事实就是这样。他有病，妄想症，还挺严重的。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就开始自言自语。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收留他。刚才他又自言自语了1个小时，我睡着了，对不起。其实他还挺可怜的。这是第4个版本了哈。你说你睡着了，对，他在自言自语，你怎么听到的呀？白痴。就算他有妄想症，自言自语，为什么跟你一击掌就睡着了呢？有病啊，还是有魔法呀？其实我刚才就没睡着，我们俩在玩 VR 游戏呢。这个是最新款的，一戴上眼前就会有 VR。这是第5个版本是吧？啊 ，VR 游戏。对对对。来，看我玩一下。哎，你看，我睡着了。我们俩练了1个月了，催眠术很难的，但你赶上了。今天正好。这是第2个版本。我说过了。好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们2个面试了一个电影，我们俩在排练呢。那段戏很难，每天晚上都在。什么电影啊？他讲的，2个人保密。程药师，你先别问我了，你自己什么情况啊？你刚才都没经过我们的允许躲柜子里偷窥我们隐私，知道吗？你这还反而跟我玩着先发制人呢？你想说的是倒打一耙吧？程老师，我警告你啊，是你3番5次欺骗我，我才将进去躲到柜子里。你现在给我倒打一耙，我告诉你，这人说话就没靠谱。怎么了？坐下坐下，怎么了？陆光，你说。其实是这样的，乔亮姐，其实我们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，通过照片穿越意识。我们刚才在做任务呢，碰巧跟你撞上了。哎，这就交代了。你这太没骨气了，我还有1个版本。陆光，没看出来呀，你平时也追中2穿越剧啊？你说你长得这么正儿八经，浓眉大眼的，演，接着演，我看你们是要拿影帝呀！乔玲，你是真傻呀！人家跟你说实话，你反而不信了。行，既然说，我跟你说透一点，没错，我们2个就是天赋异禀、天纵奇才、天降奇兵，通过照片穿越到别人意识里的时光代理人。笑什么呀？哎，脑瓜子有泡。行，我不信啊！我让你长长见识。对，俗人啊，庸俗，这是什么？哎看见没有？什么别拦着我！你看这是什么？蜘蛛人小强记得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当时穿越到他的意识里了，才拍下盛春章暴力裁员的那个全过程。而且另外，当时我在门口的公共电话用电子声音给你打个电话。这个你要干嘛呀？下陈潇，他为什么会那样？就是因为我穿越到他的意识里了，帮他带了3句话给他的队长、初恋还有妈妈，要不然他们会有那样的笑容吗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是归都在线的乔玲吧？你可以去 B 站上搜一下《天道酬勤强歌》，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。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。这张是我们比赛之后球队的合影。你瞪我干嘛？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姐？不是你先告诉她的吗？我告诉他是因为我断定他不会信。你把照片和来龙去脉都跟他讲，他不信也得信了。啊，你是这个意思啊？反向？哎呀，那你发微信告诉我一声啊，倒是。说你白痴都轻了。又说我白痴，哦，又赖我呗。这话题谁引的？我不是不习惯说谎，我就习惯说谎。
我天生爱说谎，怎么的？满嘴跑火车，火车侠呀！我就你浓眉大眼，我青眉小眼是吗？就你。你们说的这些，我现在只信30%。是吧？我就是爱撒谎，满嘴跑火车，而且像你这么聪明伶俐，怎么可能信这种事儿呢？那你这么多荒谬！慌，我信50%了。别，陈老师，你最好给我详细的解释清楚。这真太荒谬了，谁能信这个？行，实话其实就是他真有妄想症，很严重。60%了。那我也不保密了。那个电影叫做《超级时光侠》，讲的就是2个人，我像毛利小五郎一样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先忙吧。一遍一遍的夺命电话。强玲姐，爽海这事儿到现在也没个着落，主编等不及了。北斗杯咱不是夺冠了吗？主编找咱紧急开个会，明早最早1班飞机去韩国采访2个围棋国手。这么快？去多久啊？1周吧。行，知道了。一会儿见面说。你有事儿啊？我要出国了。哎呀，好。去韩国1周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是。别再给我编故事了啊！防不胜防啊！这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啊？你姐这个刨根问底的性格，就只能告诉她了，不然以后问题更大。哎，算了，咱们还是先想想，明天怎么到双海那里答复吧。对，这个你说的有道理，还是你的问题。这个事的经过就是这样。这事情对我很重要，你确定吗？千真万确。郑重，他的确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大哥。您要不信，可以去医院查一下红豆的详细病历，您就明白了。我也为之前骂过他而感到抱歉。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，郑重马上就要刑满释放了。后天，你可以亲自去问他。对呀，兄弟之间有什么不能说开呢？把后天的事全给我推了。你们还没吃饭呢吧？啊，吃过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辛苦2位了。人家，快走！哎呀，你真是说什么明白点什么？上来，上来！哎，你为什么又拽我呀？第2次了啊！你没看人海神留吃饭的吗？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还有事儿吗？没事儿的话，请回吧。我不认同，你自己有城府吧？谁都想的这样。你没看海神心情不好，万一想让我们陪他聊聊呢？我看海神挺实在的。我看你更实在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能这么走。上次都没要着，这次必须要张签名。哎，别拦我！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后天监狱门口一定都是记者，你去了等于承认你俩的关系。这个事儿已经没人在乎，你非得要……你能别叨叨了吗？他们爱怎么写怎么写，我对他必须有交代。行，你交代可以交代。那我问你，你身上背的13个合同，你要不要交代？你的客户你交不交代？你的粉丝你交不交代？我们整个团队你交不交代？我欠他的更多。啊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你不欠他的，是他自己愿意的。海神，给我滚！干什么呀？我最后跟你说一遍，后天我必须去。你敢去，你试试。要到了吗？啊，人家好像正在忙正事呢。我，兄弟，我是双海的经纪人，我姓郝。听说你们2个是他的全民啊，是。我这有2张票，
都是第3排的好位置，6000块钱一张。啊，给我们的吗？哎呀，谢谢。我来呢，想替双海跟你们说声感谢啊，没事。但是有些事儿呢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你们就把它忘了，好吗？啊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好，明白的人好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就喜欢和明白的人聊天。不是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不用明白，我明白就行了。人家喜欢跟明白人办事。你明白，让人给骂出来。到手了。哥，哥，萍萍，你怎么来了？废话，接你啊！我天不亮就来了。真好。哥，你瘦了不少。是吗？嗯。我先带你去洗个澡。好。然后去糖水铺逛逛。哥。哥。就我自己，没别人了。走吧，走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您是郑重吗？我是。我们是体育画报的记者，双海是您的好兄弟吧？他今天怎么没有来接你？是啊。他的事我现在不清楚。哎，那您跟双海的亲密关系这个事情，您认同吧？他之前是您的陪练，你们之前那场决赛是不是也是您打的假赛之一啊？你们有病吧？算了算了，郑先生。哎，郑先生，您再说一说，您之前还在跟他联系吗？有联系吗？我跟双海并不是很熟，真的，就是很普通的关系。你们别把他跟我这个罪犯相提并论，拜托。走开！您现在是准备去哪儿呢？你跟我们说一些吧。郑先生，郑先生，来聊，很久没见了。26、27，你数什么呢？你从躺下到现在，他27口气了。我是在想，怎么跟乔玲解释呢？想到了吗？要是想到的话，我就不用在这儿。哎，我发现你是真不知道愁啊。愁？关键我为什么愁啊？刚帮海参解决这么重要的事儿，而且明天我能到现场观看他 KO 萨达阿迪利，第3排啊！哎。啊？什么？怎么了？海神没去接郑重。你看这上面写着，默契权当事人郑重今日出狱，表示与双海关系普通，并非朋友。随后记者问双海方，双海方不置可否。怪不得他给我们2张票，封口费吗？所以他压根儿就没想着和解。那咱俩这东一趟西一趟，在这白忙活呢。也没白忙活，委托事情都解决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今早买的那个打 call 灯牌已经到了，我给你签收了哈。已经是最后一个回合，双海的进攻依然不见起色。不得不说，今天的双海不在状态。不光是状态，感觉他今天的注意力也不太集中。
下双海这一轮的反扑。什么情况？简直毫无章法。双海好像只是在泄愤。本来应该一边倒的比赛，双海打得悬念丛生。现在双海虽然点数领先，但是表现不能让他的全民满意。打得怎么样啊？还不如我呢。后悔没去了吧？狗后悔，本来我也不想去。那为什么还要看直播呀？喜欢这4K 高清画质啊？你怎么不能继承点我优点呢？废话越来越多。干嘛去啊？跳河。你看他比赛发挥就知道，他肯定受这件事影响。那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当面找郑重说清楚呢？真拧巴这人。他再拧巴能有你拧巴呀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跟我以前想的双海不一样。等等，离你远。你有劲吗？我这正难受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因为你也不是我原来以为的程小时了吧？别学我说话啊！我说话是有版权的。这样啊，你试着去替双海考虑一下，毕竟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承担结果需要很大的勇气。这人在高处不胜寒嘛。高处不胜寒。可能这就是人家成功人士的自我保护，咱段位低，理解不了。你听过这样一句话没有？世界上最大的矛盾呢，并不是对错之争，而是一个对，另外一个也没错。双海让我们再见一面。不见。不问将来，他的事儿我已经不关心了。你这人是真轴啊！就轴，就不去。何必呢？要去你去吧，我是不去，不去，就不去。哎呦，到了啊！啊，过来。说好的不报两啊？说什么？抱歉，海哥，临时有事儿没去看你的比赛。今天你俩陪我喝点。恭喜啊，赢了。哎呦！干嘛呢？养鱼呢？我替他喝。哎。我今天把你俩叫来，是因为只有你俩知道我的苦。哎，你什么量啊？你别喝了。海神，我直说，我觉得您这事办得不地道。陆光，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我知道，
你俩没来看我的比赛，不是因为忙，是因为看不起我，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。哥，怎么样？这都是按照你的设想布置的。不过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非要弄2台游戏机放在这儿？你不搭呀？你不懂。我知道你今天高兴，但是也别喝这么多，好吧？莫使金针空对月，人生高兴就得喝。服务员，我的幸福莲好了没？哎，来了，少喝点。海神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粉你吗？我从初中就开始看你的比赛，那会儿你还只是一个屡战屡败的新秀，那么多人那么厉害，我都不粉，我就粉你，为什么？我不是粉你所向披靡，因为我亲眼目睹过你是怎么被人击倒，又怎么爬起来的，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，知道吗？是，今天你捍卫了20连胜，你牛，你厉害，但是我觉得你倒了，起码你在我程小时的心里倒了。程小时，你说的对，我认，好吧？但我跟你说，你有一点说错了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你把我看得太低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去见他？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你肯定那么好的一哥。记者问他，他说你们俩不熟，他就是因为怕他还牵连到你，他还在保护你的名声。是我理解，换谁都很难做，名声很重，但我觉得是你，你有了你就不要你那哥了吗？你不难受吗？我根本不在乎身败名裂，你懂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去？我去了，天没亮我就去了，我不敢下车，我没法面对他。郑先生，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走开！你会复出呢？您会继续打拳吗？走开！村民们非常关心的。什么？回答一下吧，郑先生，您再说一说。走开！大哥，咱要不要先走？走。他为了红豆那样，我不但没有帮他分担，我责怪他、埋怨他，我甚至最后我还恨他。我是觉得我真的不是个人，个畜生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郑重来找你，我得先去个厕所。哎，
你没事吧，海生？你别走。对。哎，你别喝了。我刚才。 其实，双海是不敢面对郑重。我真不知道他是这么想的，是我误会他了。我刚才说那些是不是？那咱们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帮着他吗？哎，干嘛呀，包租婆？说正事儿呢。 回来了啊！我要的解释你们什么时候给我？哎，能不能挑个时候再打电话？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趁他现在喝多了，让他跟郑重见一面。啊？这怎么见？我们是干什么的？你好，请问可以给我拍张照吗？你好。 你是郑重吧？你想见双海吗？见不见他重要吗？人家不想见我，有什么办法？海神，没事吧？好着呢，有什么事儿？这今天必须干掉。海神。 我们突然还有点事儿，我们可能得先走了。不准走，把这边喝完。他不会原谅我，他永远都不会。不是。谁呀？你说的没错，会对你寒透了心。 不是因为别的，因为屁大点事儿就把你击溃了，可还有脸叫哥？我没有你这样脆弱的兄弟。你有什么不敢面对的？你我那场拳赛又不是你的错。小时候你跟我讲，你要做最硬的拳手，要勇往直前。结果呢，这么一点小事儿你就怂成这样，一辈子不见面了吗？我真是看错你了，你个怂蛋！ 哥，我错了，哥，我错了，我欠你的，哥，我真的欠你。你还记得我们看流星那天晚上吗？还有什么比我们的感情更重要？你是兄弟，我是大哥，有福一起享，有难我当，为你，为红豆，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。 我也知道，换成是你，你也一定会做和我一样的选择。谁叫我们是兄弟呢？哥，我错了，哥，好了，好了，海生，嗨。 这不就得了吗？我是说啊，双海，挺简单的事情，被你搞得那么复杂，我这么一来，不就一马平川，烟消云散了吗？我特别想你，我自己我错了，对不起。 经此一穿，他们俩的心结应该也解开了吧？嗯。乔玲差不多也快到了。啊？不对呀！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我刚去了一趟糖水铺，
我碰到郑重，他居然知道我是乔玲，而且还知道我接下来来照相馆。哎呦喂，真怪啊！跟他讲讲，你说吧。什么情况？你中邪了。啊？我们俩呢，刚完成了一个任务，帮双海和郑重和好如初了，而你参与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刚才？我参与什么了？这信息量可能有点大，你这个容量 CPU 可能不太能理解，但没关系啊，我帮你按时间顺序捋一捋，你就明白。首先是9点，我和陆光到双海的套房喝酒。9点半的时候，双海已经断片了，去厕所吐了一次。这时候你的夺命电话打来了，跟他说吧。喂，乔梁，你现在要马上找到一个叫红豆冰室的糖水铺，要到一张郑重拍的照片。12点整，我们在照相馆集合，我们给你一个解释。10点钟，你到达红豆冰室，按照陆光的要求找到郑重。麻烦您帮我拍张照吧，谢谢啊。这儿。我们在路上接到你的照片。11点钟回到照相馆，照片能用吗？特别理想。包租婆没掉链子，开始吧。给我看一下吧，谢谢啊。而我回到了10点钟，郑重给你照片的那一刻。行了，包租婆，任务完成的不错呀。啊？12点钟见，不要去早了。你酒醒了啊？你看我像喝了酒的样子吗？放心。哎，你别弄的，传照片啊。什么情况啊？郑重，也就是我，在路上用了20多分钟，时间来到10点半。双海喝到神志不清了，我来到双海的家，才有了后边的一切。当然，我跟陆光也是懵了一下，直到看到我打响指说口头禅，才确定这个场景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好了，兄弟。10分钟后，完成任务的我和另一个我道别。我得马上赶回去跟萍萍收摊去了，要不这时间节点就过了啊！再见了，陈老师。Come on, go。怎么样，表现还行哈？尤其是看你们俩互相吹捧的样子，这事更有意思。哎，那接下来干嘛呀？还能干什么？回照相馆去，不然哪有这一出互相吹捧的好戏？这个就是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，明白了吗？我刚才见到的郑重是程小石。这回你应该相信了吧？别忘了把照片传给陆光，12点见，别来早了哟，是不是一个字不差？不可能，这变魔术呢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也得理解他。你想，我刚开始也没想到我能有这能力，是吧？你说他一个旁观者，还只是个记者，他要消化这个事儿，且一段时间呢。哎，我昨天演郑重，不会有什么破绽吧？不会，双海昨天喝了那么多酒，就算是报棵树都能一诉衷肠。那郑重事后会不会有什么觉得不对劲儿啊？也不会，他不会有那段记忆。哦，对哈！你说咱俩这个还真是啊，刀尖上行走。每次任务之前那是无所畏惧，但任务之后真可谓是心有余悸而力不足啊。乔爸让你看那个成语解析的节目是对的。伙计，你扫吧，老板要去睡觉了。啊？昨天晚上那酒劲儿太大。海神，你怎么来了？张经理啊，有件事情需要你们帮我研究一下。哦，走，进去说吧。所以你找我们是这事儿？对。你要去找郑重。昨儿咱们喝大了以后，我梦见他了。我哥在梦里原谅我了，我们俩抱在那儿痛哭。啊，你确定是做梦啊？那不是梦，难道是真的？万一呢？听我说，我真的很想去见他。我应该去吗？首先，我觉得你有什么不敢面对的呢？你俩之间那场拳又不是你的错，
哦，是谁小时候口口声声说要做最硬的拳手，勇往无前的？遇到这点小事就怂了，怕了？怎么着，一辈子不见面了还？你跟我哥在梦里说的是一样的。对，这真理都是相通的嘛。去。海参，祝你成功。谢谢你。服务员，点东西。哎，服务员，哎，点东西。好嘞。你吃点啥？给我来铁锅炖。这个没有。没有，把菜单给我呀，我知道你家有啥呀。天天，吃点啥？龟苓膏是吧？2龟苓膏。哎，好。哥，我替你先吃饭吧。好，这2龟苓膏。哎，好。哎，2份玉圆冰，好了没有？哎，来，玉圆冰。2位哥，玉圆冰。平平，你新雇这伙计看着不灵光啊？他不是我伙计。谁呀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大哥郑重，曾经在中量级拳坛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不错。嘿，承蒙大家不嫌弃啊，常来，谢谢。哎呀，哎，这报上权了，走社会那一套。不吹牛能死啊！中量级我就认识一个双海，这位是小次喽。还真被你说对了，双海是我大哥最好的兄弟，中量级双子星，往前数个6、7年，他就只配给我大哥当陪练的。哎呦，这故事编的，我得开 VIP 听了。双海找一个服务员当陪练，我也行，我也有那。你是龟苓膏是吧？我吃龟苓膏，是龟苓膏。我说不来这家。来，你们的龟苓膏，哎，吃。能够，哥。我都知道了，哥。对不起，我应该跟你一起承担。你能原谅我吗？傻小子，哥傻的怪过你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您的玉圆冰。哎，好，那是双海吧？啊，哪里啊？那里。双海，双海回来了！我没骗你，中量级双子星。
我真没想到，这个东西你还留着。那是，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，千金不换。这是我的。够了。在丁子霖，看到你今天的成绩，我想他一定会很开心。一定的，一定。来，进红豆。啊。 干嘛？你干什么？给我看一眼。各写各的，不许偷看。我就是想偷个懒，索性没逛到好车。来，喝酒。大哥，给我省到点，我背你回去。啊。 海哥，喂，海哥。我想跟你聊聊专访的事情。啊？您同意接受我们采访了啊？对。问题到时候由你来提，我到时候全力配合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那咱们就约个时间吧。他们俩是不是喝好如初了？肯定是对月当歌，把酒话当年了。经理还掩面痛哭，两个人热烈拥抱，哎，真想看这个画面。无论过去，不问将来。哎，干嘛呀？不问就不问呗。你这打球打拳呢？又往我脸上打，第5次了啊！不玩了，烦人。
哎，干嘛？我推演了一宿，想来想去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你们说的是真的，我相信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这个双海就这么答应我们采访了，这的确是你们俩的功劳哈。但是怎么也没想到，你说你们俩这样，尤其是他，就这样，怎么会有超过？咱们说好了，不能在外面聊这个。反正这也算你们俩立了大功了。这个今天这顿呢，就我请客，犒劳犒劳你们啊。您可真会犒劳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呗。那你别吃，我请客光吃。把心放肚子里，我今儿还真就一口不吃。给你脸了，我爱吃，我爱吃。那乔玲姐，你采访的那个名字有想好吗？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呢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叫真正的英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真正的光明，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候，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。真正的英雄，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，而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。看看这文采，出口成章，还得是陆光。这是罗曼·罗兰说的。我知道。知道啥呀？干嘛的呀？他们俩不都是写诗的吗？竞赛来了啊！尝尝乔妈的手艺。乔爸，盛心在了。姑娘说了，说总吃这几样，怕你们吃腻了。海鲜市场现买的，真大。谢谢乔叔。再配点黄瓜解解腻啊！那我们先吃了啊！吃吧吃吧。干嘛呀？不吃吗？真正的姐，永不逞一时口舌之快，而是有好东西先让着弟弟。姐，不够甜。亲姐姐，还不行啊？哎，谢谢小玲姐。幼稚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老胳膊老腿还染个头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哎，清场了吧？清了。就你跟我，咋的了？怕输了丢不起人啊？我是怕传出去说双海欺负老弱病残。5年了，不会认为还真能打得过吧？哎呀，说实话，这5年我可没闲着，每天至少600个俯卧撑。这场拳在我脑子里面打过无数遍了。5年前的拳王冠军赛终于到了。来吧，来。